台湾第一点。大哥，我们说真的，它看上去真的就是杂草。杂草200斤的地上呢，会当活动3合院的跑法。虾米？这个等一下就给你，给我用这类做香皂，这小丝瓜用这做香皂。对，凶猛鱼类注意安全，受伤一律不负责。台湾有食人鱼，没有，有食人鱼。哎呦，这出现了！食人鱼，麻咬草恐怖。看它钢丝线的前端这边被它咬到的，事实上也有点弯掉了。来，你拔吗？我不要拔，你拔啦。其实，所有的产业，不管你是发展在过去、现在还是未来，如果你想要永续的经营下去，靠的就是传承，你才有办法把上一辈的精神还有技术一直延续下来。而现在就有一群人愿意放弃在外面的花花世界，回到他原来土生土长的家乡，去发展出上一辈的精神。我们来看看这些人的故事是什么。今天我们来到南投县国姓乡，这里不止好山好水，还孕育出许多的好作物。这次我们来到这里，要找一个对于杂草十分情有独钟的人，甚至在国姓乡种了4甲多的杂草。走，我们一起去找他。据说日据时代到台湾光复的初期，在台湾的有一种杂草，是非常兴盛的杂草。它叫做香茅，那个时候香茅产业在台湾，哇，是全盛的时期，全世界都需要香茅。但是到了近期化工业开始的时候，它可能就真的变成了杂草。但有一群人在国姓乡还是很坚持着把这片杂草给种起来。我们来去看看这群人到底在坚持什么。大哥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听讲吼，你就是迄个坚持种香茅的迄个大哥，是咱国姓乡家。是。恁种香茅偌久的时间？差不多20年。啊，香茅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啊？因为我听说它就像一个杂草一样。对，咱看起来那杂草的。嘿，但是它是因为它有那个味道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香茅的味道。香茅的味道。但是香茅味道好像，它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植物，对吧？对，那你们这边有香茅，你是种在哪边？种家里？是种在田里跟山上。田里跟山上。对，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去看，现在就去看。好啊。来。香茅最让人熟悉的产品就是香茅精油、香茅膏。精油独有的强烈柠檬香味不刺鼻，却有很好的抑菌功效，可以预防蚊虫叮咬。早期是农家最好的驱蚊圣品。但化工业盛起，让100斤的香茅只能取1斤的香茅油，渐渐没人提炼，也让香茅产业就此没落。刘大哥的爸爸曾经也是种香茅，制作香茅油起家，而他希望能够将这样的传统找回来。加龙香茅，对。哎，我以前看到香茅的时候啊，我其实跟它另外一种杂草，我有时候会分不太出来，像这样子。对，牧草还是牧草是这种对吧？对，也是长这样，但是就是它那个会长快较管对。啊，这种的是拢较矮嘛，较矮，因为它们可以驱蚊、小黑蚊、虫子那一种。对，哇，香茅好香哦。对，它有分2种，一种是东南亚这边在吃的，他们做香料用的。对，那个哦，超喜欢，我超喜欢那个味道。它的味道有一点不一样，但草看起来都是一样。哦，但是这是什么香茅？这个是印度引进的香茅。印度香茅。对，它在日据时代啊，日本人从印度引进来台湾。以前全世界啊，我们出口量啊，70%都是我们台湾出口的。哇，全世界70%的香茅是台湾出口的。对，当时这个是高经济作物啊。哦，那就刮一把起来看看好不好？因为它这个其实，它割不是这样割的，这样割会没有油。
啊还有还在底部，要从头再上来一点点那个。啊！我以为是啊，那大哥你割一次看看啊！我以为是它这个叶子里面就是这个油哎。哦，不是，我们要这样割，这个梗从这梗的地方，梗的地方这样割。从这样割才有油啊。但是你看我这边，哦，这丢车上超舒服的。对，这丢车上很舒服哎。对。我以为是这样子哎，结果不是哦。不是，它油分这里很多。哦，你看，因为我们在吃的就是食用的香茅，你会看到像这样的东西。对，它头部。对不对？它只有剪这么一小段，然后就丢进去，丢个1、2根。对。所以这边才有油。你大哥你哪想着要种香茅啊？香茅其实伫我爸爸的时代香茅价钱非常高，非常好。对，200斤的屉桶呢，一桶的香茅油。卖过日本啊呢，会当换一栋3合院的豪宅。虾米？那么我的感觉到底是香茅太贵，还是3合院太便宜？对啊，到底是哪一个问题？哇！我爸妈怎么都不知道来种这个东西？对，当时价钱非常好。恁趁钱哪趁水？我爸爸的时代。恁爸爸，全部推给爸爸就对了。对，但是那个时代好景不长。化工兴盛我即摆就你免安尼做啊，我用化工炒几分钟，我就化工出来，就有香茅的味道。对，这个就名花变杂草。大哥，我们说真的，它看上去真的就是杂草。杂草本来跟它杂草，比杂草更加杂。对啊。当然，刘大哥不是因为想要换豪宅才开始种香茅，而是因为他感念，因为化工业兴盛之后，却再也找不到真正天然的香茅油，而香茅产业更是对客家人极其重要的文化之一。因此，身为客家人的他，开始研究如何用古法来萃取香茅油。光是那个灶，就是考究专业制成的哦。这啥？这就是要炕草，跟香茅炕里面，然后用蒸馏的方式把它蒸出来，然后就在这上面，所以你要把就是晒好的草全部塞进去。对。然后你要干嘛？打开哦。等一下打开。看来香茅精油现在真的蛮少人在做。没人在做，起码都没人在做。哇，那我们在外面用的都是化学的。化学啊。你说这个叫印度香茅？对。它真的跟我在外面闻到的香茅精油真的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你要放对？放边嘞。我开始放边啊。对，放边对。把草丢下去。就这样直接丢下去，就这样。啊？就这样。就这样。大哥，像这样子这一桶啊，我们这样装满了，你可以做出多少的精油？这个桶子可以放600斤，600台斤。对。就600台斤就6斤的油1/6，所以你当初要有200斤，等于要有2000斤的香茅对，2000斤很简单啊。对，2000斤不多。对，2000斤很简单啊！你起码有几栋3合院，你搞讲的。我刚才我爸爸的，看我无。70%都可以出口，当初实在很厉害。很厉害，就厉害嘞。满了。没有，这个是桶中满了，桶中满而已，中满而已。你要几对？我先个打的。对不对？打好，小我10条，打好落去。你莫规人落落呢？对啦。小心，好，我知道，我可以啦。很小心。免乱路哦。你出来我算。也是小心，从这铁啊拢来哦嘿。我知啊，所以你这铁啊你爱磨一下。哎呀，啊无你到时你家己你会受伤。你这铁啊你拢爱过磨啦，你无磨袂使。你磨好这样子。我来炒啊金棍，我来，我炒金煎了，煎大。来，过来，看我。其实还可以很多空间呢。有了，还很多啊。很多，因为它这个草要把它压扎实。还得300斤啊。
你家总共几斤是嘛？可能是大瓦斤的，这600斤呢。啊，那你怎么够？够了，这样一点这样子。这边有600斤吗？上了啊800斤，有800斤了。有。当我还在上面努力的塞香茅，刘大哥却跑到底下开始起火。妙的是，他竟然用已经萃取过的香茅草。他说这样的火烧起来会比瓦斯来得旺很多，但我还在里面呢。里面会热吗？不会，为什么会热？他们没开始什么呀？有啦，甜的啦，没有啊！有啊啦，你现在下面有火？有。这就是咱的做货灶机，这个等一下就给你，给我用这个做香皂，跟小丝瓜，用这做香皂。对。待完第1点，你现在下面有火？有。但是我人还在里面呢。哎，我这样算不算是香茅的汤啊给啊？还要放炒。哎，我觉得它闻起来不是香茅的味道，哎，它很像一种你在煮什么茶，哎。好，出去外进，进，过啊。所以它是一起用吹的嘛？吹，用电吹，用蒸汽，就是那个蒸汽萃取。蒸汽跑掉就是油跑掉。啊，真的哦？对，它所以要快，要快。哎呀，它弄好我们就赶快盖起来了。盖起来，它蒸汽会流到这个很强，另外一边都太呛了，我哇，不干大烙，会受不了。哎，这个有呛哎，这样啊，哇，但是我发现它这个香茅的叶子啊，这种干草刮在我身上，我会痒。会，它是粒粒的，对我好痒哦。它那个旁边有一点会很锋利啊。对，我刚刚还想说我是被蚊子叮吗？但不是啊，怎么会？这精啊！它只能做6斤，所以它的精油的比例好像都是这样。我之前去做过，有樟树精油，也是1%，还有那个叫做茶树精油，也是1%。好像真的，它植物的精油只让你萃取1%耶。对。几乎哈，其实里面还有油，但是你没有办法再萃取出来。哦，它还是残留。是哈。对。所以我们拿来做烧火的话，它会很猛烈，因为它里面还有一点还有油。对。哦，哎，但我下次知道了，我去露营的时候，我可以用香茅，真的可以用香茅做汤啊，可以做香茅鸡耶。哎，真的哎。如果手脚再不快一点，我和大哥啊，可就真的要变成香茅汤啊给了。一般来说，要完全萃取完600斤的香茅，大约要4小时。把香茅塞好塞满，盖上厚重的密封盖。大哥说要分享柠檬香茅给我。哎，大哥，你讲哪？你讲这叫什么香茅？这就是柠檬香茅。无共吗？无共，这就是讲拼起来味道不一样。确定？嘿，闻一下。哦，它比较刮哎，它上面比较多那种。跟那个台湾那个印度香茅就不一样。完全它真的多了柠檬的香。对，很明显呢。好像香水哦。所以它的油脂有多吗？这个油脂很少。它这个油脂为什么少？你看它油脂少，它会挺的。对，油脂多，像台湾现在蒸馏的油脂多，它就会这样一直垂，因为它有重量。对。哦，难怪它那上面它只要长到一样的高度，它上面都这样就下来。那就是印度香茅。哦，这个就是柠檬香茅，它就是立起来的这样。对。哦，这很明显啊。这很明显，这都是印度香茅。对。同样的长度，人家这个柠檬香茅是挺拔的，对。这支来的水啊，水油啊，但是伊的油较济，所以重嘛，也重落来。哦，伊嘛较高，
一边较薄不，是摸起来的感觉就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。这个真的就是比较，你摸起来就毛水，比较拔啦。啊，这个就是咔嚓。对所以这个是拿来做菜的香茅。对，做香料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做做看呢。可以。好啊，啊，你可以给我一些，可以大概几根？六支好啊，六支我来做菜。哎，六支我来插一下鸡吧，好啊。好。哇，新鲜香茅拿来炒菜。一般我们的香茅都要晒干后炒菜，还是直接新鲜炒菜？新鲜炒菜。新鲜它的味道更强。哦，它跟它水分在一起。好，这样就够。你就这样给我。对。做菜。香茅对我来讲就是东南亚的料理会常常出现的一个东西，而且本人呢就超爱吃东南亚的料理。以前说不上来是为什么，但这次来就懂了。香茅，原来是香茅。我们今天打算做一个叫做冬阴功炒泡面，听起来是不是就很值得流一下口水？先这样让它滚。我们现在把香茅弄下去，这就是香茅，而且是柠檬香茅。有味道了，哦耶，有柠檬香茅的味道。面翻小一点。哇，然后我们刚刚有准备的这个叫做冬阴功的粉，我们让粉先下。哇，有没有闻到？就是这个味道。然后等下就开始一直煨它，慢慢煨，让它整个这样。哇，最后。好，这就是本人做的柠檬香茅冬阴功炒泡面。柠檬香，很容易入味，而且我才加一点点粉而已，好吃可以吃哦。当然，我去吃泰国菜的时候都会嚼这个这道菜呢，其实你在家里也很容易做，但前提之下你要有香茅，一定好吃的。从开始蒸馏到第一滴油出来，其实很快，大约半小时就可以看到津津油亮的香茅油从管子里面流出来了。它从那边蒸馏出来了以后，就到这边来。对，那它的直接你是从最底下让它流出来。对，所以它现在是精油，那所以你用油水分离的状态。这个油比较轻，它会流到这边过来；水比较重，水在底下，它流到这边，它就到那边泡脚。你要满的，快满了，你要装到这里哦。我说从这边再给它沉淀一下。对。好。所以沉淀，它这里面整桶都是油吗？还是它下面有水？下面还有一点水，再给它沉淀一下。它真的蛮不一样的，跟你直接闻到那个香茅，我们从刚刚在田地里面直接测一个根部吧，就不太一样。偏的那个味，它萃取出来变成精油的时候，它变得比较不一样。这个就100%精油了。它刚才在田里那个味道，它里面还有它本身含草，还有那个水分。对，这里面多了一个很舒服的味道啊，对，还有一个。好舒服哦，就不是像蔬菜里面，不是像菜里面会出现的那个味道。好酷哦！我们这一桶整个弄完了以后出来的油取出来，虽然它的水流到那边去泡脚。对。那你说你泡脚还可以做什么？那个就叫香茅露。香茅露它可以做手工香皂。你是用泡完脚的做手工香皂？没有啦，就还没泡的拿。就像这边的就没有人来拿，我们就给游客免费给他泡脚。还蛮不错的，用香茅的概念来泡脚，对。好啊，不然
我们来泡看看好不好？所以可以哈。可以。好，来去泡个脚好了。哎呦，哎，没有用香茅泡过脚。对。那你像这样泡脚，哎，其实也蛮不错的哈。很好，其实它香茅它是中药草的一种，是哦，所以它出来的话，这个水本身它是有疗效的。哦，真的哦。对，它是香茅草本身它有疗效。那我应该带冲浪裤来，整个人泡下去的。对，也有啊。我也逗了，但它还是有一点点油滑滑的。有，它香茅露过来，蒸汽是经过整锅的草出来，它那个水就是香茅的水。哦。对，比用煮的更好，因为是蒸馏的嘛。对，它是蒸馏。蒸馏的概念。用水煮的话，它水分就多。其实不错。所以泡这个很好，如果脚有洗一洗，可以带回去泡澡的话，这是最好的。这怎么带？你规趟用夹呀？等于有人来载啊，有人来载，从人那边阿姨来甲讲，我就洗起来，可以摕等于泡澡。哦。啊嘛有迄个做啥？迄个要做手工香皂的，嘿，伊怎啊咧来啊？我怎啊送？所以，安尼你要来教我做一下你香茅手工、香茅露的手工香皂。可以。好，行，咱来做手工香皂。哇，舒服。这就是咱的皂基做好的皂基啊。皂基。OK。咱甲甜瓜，咱的精油类不能多，太多会怎样？太多它不会凝固。哎，对。不会凝固。对。哦，原来这样就能用皂基，然后用香茅露，然后加一点那香茅精油下去以后就有味道。味道。咱要爱用这类做香皂的小丝瓜，用这做香皂。对。这个等一下就给你，给我啊，这个是我做，好，咱两个来做，好啊，弄来啊，弄来闻，我在做棉花糖嘛，对，紧的那样，免紧啦，慢慢紧，可以塞在内底，让它那个在里面，对，然后呢，然后上来给它，我们要一直绕，一张没地掉。你停了一就滴啊，紧塞一就没滴，但是让它干掉。哎，对，一下就会干。你连做肥皂的方式都很特别。一般人做肥皂是用一个膜，我们就然后把它灌进去。我们就特别，我们就给游客来啊，给他们玩啊。然后用小丝瓜啊，对。然后你一洗还可以直接就是菜龟婆。哎呦，这个七角竹。哎呦，它这个菜龟婆，真以为菜龟婆用西洋裤。啊呢，你有做这个有做啥？那个油，这个顶啊，一下就硬了。乱，小块滴，小块滴，小块。但是还个洗。我想它里面都满的，就可以再放了。也可以啊，要附着多就可以再上去。它这已经这等下可以洗嘞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这块香皂不得了，我跟你说，这块香皂绝对不得了，加料的。因为我等一下一定要，就是等它完全连里面都是杂棒对，杂棒这个没有办法，它真的要这样一直塞。要转，对，不会捞出来啊。对啊，它真的要这样，不要让它流掉在这个里面都有步骤。你看，停下来它会流出来。用这个来做。香皂，你看到手上就都是香皂。对，好啊，这叶片，这什么叶？这个马拉巴利的。马拉巴利啊！做香皂，做一片香皂，手嘛会使的啦，手你都爱加按摩去烫掉。就这样。伸下去。伸给它下去，慢慢伸，慢慢给它起来。对，好，可以拉上来，慢慢拉上来。等它干，对，就等它干，就封给它。你好有创意哦！就大家玩啊，来这里可以玩。这个就是菩提叶。菩提叶啊？对。哇，好棒，好棒！他们游客来玩，很快就可以带回去了。是哦，哇，好酷。刘大哥一直在国信乡坚持种香茅，提炼香茅油，也希望透过各种 DIY 的互动，让来这里体验的游客可以感受到香茅的魅力，也是支持他能够继续坚持香茅产业的动力，让杂草有一天真的可以变黄金哦。来，带你们看一下哦。今天呢，哥要来钓鱼。
钓的是什么鱼？麻烦请看白板，看一下哦。凶猛鱼类，注意安全，受伤一律不负责。什么鬼？在钓鱼池里有这种鱼？好，我来看一下有什么鱼。福寿鱼不凶猛，还可以。红泥螺不凶猛。有这种东西？这个是吗？这个是吗？死人鱼！然后牙齿好恐怖。来，你拔吗？我不要拔，你拔啦！摘完第一点，目标鱼就是食人鱼。走。阿姐，嗨，请教你一个问题，是听说你们这边钓鱼，太吃。啊，你没有看他刚下去了这样子。等一下，我现在为什么你用的是手竿呢？对，但是我为什么我拿的是有那个例如的啊？哈，因为我现在要先钓小鱼，当做饵来钓食人鱼。等一下，我们说的食人鱼同一种食人鱼，就是我认识的那种食人鱼，你丢肉下去，它啪啦啪啦咬，然后你人下去，它会咬你的那种食人鱼。哎，没错，台湾有食人鱼，没错，有食人鱼。OK， 原生种还是进口种？它是进口的鱼。进口的鱼是，哎，拉力很强吗？对，它的拉力非常强。哦，有兴趣了。我跟你换，我先来钓，我来钓饵鱼。你要先钓饵鱼，我先钓饵鱼，因为我自己钓到的话，等一下应该比较有机会，是不是？对，确定哦，比较有机会。但是这个饵鱼就跟一般钓鱼一样嘛，像钓虾一样吗？是，就跟钓虾一样。对哦，那钓虾，我跟你讲，我虽然不会钓鱼，但我钓虾还是有点强的。本人曾经在1个小时内钓过36只虾，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。嘛，中鱼了，嘛！我就跟你讲，只要跟钓虾一样的话，我就会了。这个就是饵鱼吗？对，这是奇力鱼，台湾原生的。哦，你们南投这边很多，比如说日月潭里面也有很多奇力鱼。对，日月潭就是很多奇力鱼，它也可以炸来吃，对不对？奇力鱼，而且奇力鱼你可以放很多门的钩子，对，放下去，但是奇力鱼我印象中不太需要饵，对，没错，它只要钩子有亮亮的，你丢下去它就会来咬，对，它是对不对？贪吃的小鱼，贪吃的小鱼。好，来，换那个，用奇力鱼，食人鱼耶，你知道那个食人鱼耶？哦，不要让我钓到，听说你们都没钓到，对不对？这不是我在讲你们，等一下试试看，因为我钓鱼也不是很厉害。它多大一尾？食人鱼多大一尾？是食人鱼哦，差不多2斤到10斤都有。哦，这个池子里面，所以有大有小。所以你们这边就是要把这个小鱼钓完以后，转身过来抛食人鱼是吗？是。你说它很凶哦？对，它很凶。他们吃饵的时间大概都在什么时候？白天啊，哪一个时段是他们？通常晨昏的时候，它索饵意愿比较高。打母光？对，打母光。你看是不是会钓？懂一些术语就好像很厉害一样，其实没有。对，打母光。哇，你们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养食人鱼啊？当然就是要让钓客可以体验这种鱼的魅力。哦，真的吗？对。怎么被你讲起来，你嘴角一直在上扬，是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啊！当老板嘴角上扬的时候，就是你钓不到的概念，还是你是觉得，哎呦，看到他钓到会很开心？对，真的哦，这边很多但他都没有，但他的吃饵是在底层、中层还是上层？都有，都会哦。那种是吗？那个就是了。真的假的？然后等一下会看，它旁边就有啊。
我好期待哦。它这个有没有什么技巧啊？像我们如果海钓需要这边一直拉，一直拉。不需要，饵鱼就自动会去诱鱼了。哦，真的哦。对，它会直接这样动就下去吗？整只沉下去。现在这个讯号就是小饵鱼，它现在已经感觉旁边有食人鱼过来了，它要准备要逃窜动作。哦，是哎，有来嘞，有靠过来嘞。这个就叫做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对不对？食人鱼吃饵。钓竿在我的手上，当它吃到饵的时候，上来在我的手上的这个概念。哦，来喽，到底吃不吃啊？这边一直弄我的饵鱼，然后这边沉着。我今天该不会又打龟了吧？一般多久你们会就中？一般多久？平均大概15分钟到半个小时就会中。哎，我在出现呢，不行啊！等下，哎，这个没勾好啊！哎，食人鱼，它咬好恐怖，看它钢丝线的前端这边被它咬到的，事实上也有点。你拔吗？我不要拔，你拔啦！台湾第一点，你等一下，这个在出现呐！我刚中了。但这就是那个鱼的爆发力，不管你锁得多紧，它还是会持续的出现。你去钓2只饵鱼来，你刚居然没有把线杯锁紧。用奇力鱼钓食人鱼，但是它跟那个在吃那个就是泰国鲤那种一样吗？它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。它锁饵的那种感觉，凶的程度呢？凶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真的假的啦？听说那个鱼已经很凶嘞，然后这个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。去，来吧！这对钓客来讲，他们的休闲。没中吗？他没吃下去。哦，他们的休闲来说，每个人来这样钓，因为像我这样的新手，对，我来这样子，我就觉得会叼住的感觉。对。等一下，我觉得要吃了，好像是需要有一个时间是定下来，对，好好的跟他透过钓竿、鱼线、钩子、水。做一种斗志的动作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要来了，中钩就，再等它一下，让它吞下去，再一次，它刚好下去哎，哇，那什么鱼？食人鱼，它也不大哎，对，它不大，我看它这样不大哎，但是它拉力这么强，对。好，等一下我想等一下上来看看是什么样子。我想看一下是什么，它长什么样子。它好机车哦，它感觉上只是把我饵箱稍微拉一下，看你会不会拉哎。对，你看又不吃，你看。来哦，试试看哦。一个是大麦虫，一个是奇力鱼。为什么？对面人家一直钓哎。那也是吗？对，那个也是食人鱼。那也就蛮大的哎。刚那是吗？这个是吗？这个是吗？中了。你看，你这个一直在脱钩哎。有没有？它一直在卡。来了！这么会窜！
哦，你已经吃掉我2只鱼、3只鱼了。来，哦，食人鱼，小心不要被它咬到哦。他选择了中了奇力鱼，他选奇力鱼，对他没有选大麦。对他没有选大麦虫。我看一下，他。哎，他感觉还跟那个什么啊，跟什么黄金鲳啊，还是什么鲳鱼蛮像的哈，对不对？来，你拔吗？我不要拔，你拔啦！它的牙齿在哪里？我拿工具来拔。不要嘛，用手拔嘛。你刚刚不是？你试试看啊，你试试看。哇，它蛮大的呢，大概30公分呢。哇，哎，这个我真的不敢呐。它的牙齿，你说是怎么样？它是牙齿是非常尖锐的。你稍微把它嘴唇往下翻，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牙齿。你有看过吗？它的牙齿这个你有看过吗？比人的牙齿还要尖。天哪！事实上它是属于红银版食人鱼的一种鱼。对。然后它事实上牙齿也很利，可是相对于食人鱼来说，它是属于杂食性的鱼类。那它这个绳子你是用什么吊绳？什么绳子？前打线你是用什么？我这个子线的部分是用钢丝线。用钢丝线？对。一般线就断了嘛？是用瓦手的。如果你是用一般的尼龙线吼，它现在已经断掉了。来看这个，看它钢丝线的前端这边被它咬到的，事实上也有一点弯掉了。你被它咬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？被它咬到？就是在解鱼的时候，然后就被它咬了一口。结果嘞？咬了一口就是流血不止的，爆血了。对，爆血。哎呀！对于食人鱼，我也算是见识到它的拉力了，但这条顶多2斤多。阿杰说啊，有重达10斤的，看来我今天运气不错，再来试试看吧。通常都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，它就要中鱼了，你知道吗？哦呦，飞起来！食人鱼中！哦，你看这拉力，你看，哦，还在窜！哦呦，还在窜，哦呦！哇，其实有时候钓鱼啊，就是享受着跟它搏斗的乐趣。你说这边以前是什么？这边我发现你们没有水车因为我们这个池子底下也可以出爪。那个也是爪。对，池底它有涌泉啊。哦，这是你们家原来就有的。对，原本这边就是。这里原来是做什么？原来就是鱼池吗？不，原本是养猪场。原本是养猪场，那从养猪场变成是鱼池哦。对。它为什么会从养猪场变成一个钓鱼池啊？养猪其实以生意上来说，生意角度来讲，其实台湾养猪户算很强的。对不对？因为现在台湾猪这么厉害，然后为什么你会放弃了一个就是养猪，然后变成是养鱼？就是因为自己的兴趣也是在钓鱼这一块。哇塞，把兴趣就是兴趣比较重要。对，兴趣比较重要。其实有时候也是这样啊，人生，应该怎么讲？你人生要追求的是什么？有些人他会追求很多的财富，有些人在追求兴趣，有些人在追求生活。但不管是哪一种兴趣，能够满足你自己，然后你也不伤害别人，其实它就是一个不错的生活，不是吗 ？OK， 酷。我们这个哇吊起来了。好酷哦！但这个太小了啦，把它放回去好不好？对，把它放回去。你小心不要被咬到。这太小，要给你吗？你可以吗？你确定你要用手？可以啦。你确定你要用手？是在旁边而已。来哦，我们等一下要看一下那个我们的小老板怎么暴雪的哦。食人鱼他要给我用手，天哪！刚刚不是说凶猛的那个吗？有没有？如有受伤，请后果自负。好，放下，后果自负哦。后果自负哦！哇！你怎么叫夹掉？我不爱骗。哎呦，小心不要被勾到。好，把它放回去，这太小了啦。等一下来试试看。是。好吧，把它放走。我生命力蛮强的。
一点。哎，你凶悍！鲈鱼，今天的什么运气啊？太小，放，太小了，把它放走，别，太小了。有，我还没开始哎，我没有准备好哎。你知道这只就是小朋友，他准备想偷吃，结果一个不小心偷鸡不着18米。放回去，放，太小了。你今天的钓鱼的运气，都放，不够大，放，好不好？够大了再留，放。钓鱼的乐趣享受到了，食人鱼最凶猛的目标鱼也中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？难道你不想知道这个食材是什么样子？我想知道。走。来，这个没有看过人家在蒸鱼的时候会把鱼切半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鱼钓得太大了，我的锅子装不下，鱼太大，锅子装不下，所以我只能切半。把它放上去。等下，不要动，没关系，各位不要慌，不要乱。游下去啊？对，没有，它的第一个汤汁就是不要的，真的。我做的清蒸鱼跟其他不太一样，好不好？给我一点空间。我要的，它的那个汤，第一次的汤我是不要的。那我们先放一点点姜片，去腥，好不好？这姜片就这样，淋一点米酒，把它熏微弄掉，去腥，然后先把它蒸熟。基本上这个鱼的厚度，因为太大了啦，平常一般的就小小的鲈鱼类，对不对？但这尾鱼，我要再强调一次，太大了，所以呢，它有这么厚，大概这么厚，然后有这么大，所以这个我想等个15到20分钟，我们再来看它。哦，可以了，来，现在这难题来了，我先把它小处理一下。哎呦，可以，把它拿出来。千万不要掉。OK。哇哦，这样它就不会有那个鱼的那个汤汁啊。你看，太大了，大到就是盘子装不下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一边呢，就把油放下去热，因为我等下这些油是要淋在上面的。然后这一边呢，我们就是让这个姜撒一点点，把它塞在这里面。然后呢，这些葱花类，这样辣椒，然后，那我想要等一下让它出一点酱油的香味，像这样子，芝麻香油。好，这样子，好哦。然后当油热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把它淋上去。这样子就是一个清蒸的食人鱼。清蒸食人鱼，食人鱼呢一般都是它吃人，对，它是食人。但是现在我们要换一个，现在变成食鱼人。我没吃过食人，真的没吃过食人鱼。哇，在这来一个。它的肉质是扎实的，很妙，因为它是淡水，就是它咬起来啊，是像那个龙虎斑、石斑的那个弹牙的程度，扎实，肉是扎实的，但它的味觉吃起来呢，很像丝木鱼。它有一个丝木鱼的香味，它有个丝木鱼的那种芝麻香味，很舒服，完全不像淡水鱼，而且它还真的不像是鱼池里钓出来的鱼。好，终于吃到了食人鱼，而且我们今天算是很幸运啊，感谢主。我觉得哇，这一次就是蛮幸运的，终于老天眷顾了我一下下，对，而且还是钓到这么特别的食人鱼。
我说我去跟朋友讲我去钓食人鱼，很少人相信。食人鱼，的、啊，对啊。喜欢吗？记得按赞加订阅，台湾第一的，开启小铃铛哦。